曲折，旅途上曾携手一路寻找，起伏飘摇，何处才停歇？在你我梦里的家园，手中我的幸福多少都值得守护，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，不管多漆黑都要穿越。我们在黑夜里跌撞，曙光中远航，用泪用欢歌笑语将希望点燃，愿与你的乘风破浪，追着明天的理想，也努力让眼前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灿烂。就让所有的恩恩怨怨在这里结束吧。不过答应我，不要伤害我的妻儿，兄弟。这是我对你最后的要求。兄弟，最终你还是要求我。好，洪当勇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，就在这里了断。勇啊，你留在车上，不要乱跑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我送你去医院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快乐，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保护，快乐，为何始终放当勇，当勇。郑老板啊，我订的跑车已经到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过去看一看？我很想看，可惜我很忙啊，明天还去印尼看货呢。你的生意做了这么大，开跑车绝对可以提高你的身份。你的朋友 Mr. Lau 啊，他也有兴趣。他打算买什么跑车 Rover。你手上还有什么款式呢？哦，我手上有开篷的、硬顶的 ，Vauxhall、Jaguar、MG 什么都有。我当然是要高档的啦。我手上最高档的1万块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8500吧。 8500不行啦，我的车价比其他车行低很多啦，很公道啦。
你不卖没关系，不过你的跑车囤在货仓里，每个月要交租金，很不划算的。货收久了就没人要了。哎，好，8000我就8500啊。不过你等下跟富商开完会后，记得要介绍几个头家给我，跟我买跑车。我好像有点醉了，想回家。不行，我朋友说一定要带你去他们的 party， 他们每一个都要买跑车。是哦，那你要多介绍几个人给我认识。这没问题。 Henry 真厉害，3天2头就有美女送上门。哎，跑车最适合 Playboy 的啊，哎，麻烦你介绍我跟他认识。哎，小心！我没事，我可以自己走。让我扶你吧。住手！放开他！干嘛？没事吧？马龙龙，我帮你找到买家了。谁叫你多管闲事啊？哦，为了卖跑车，竟然叫你的女朋友出来陪男人？你胡说啊！我们是谈生意的。牺牲摄像，小白脸，吃软饭。你再说一次。你生什么气啊？如果你让他陪我一个晚上，我一定买最贵的跑车。你打我，我要你道歉！你做梦啊你！你不道歉，我们交易取消，跑车我不要了。我才不把跑车卖给你们这种人渣！你再不走，我打断你的腿啊！走啊！你干嘛这么冲动啊？你看，一下子失去2笔生意。如果你不是女人呢，我连你也打。那个 Henry 根本不是要买跑车的，只是玩弄你啊！只有你这种笨女人才会上当。笨，我还不是为了帮你。你再聪明，只不过是个女人，能做些什么啊？我堂堂男子汉，不需要你来帮我做生意。我告诉你啊，不准你再管我的生意。不管就不管。请问你是张家先生吗？我是。你秘书打来说洪律师出事了。姐，大勇怎么样了？律师娘，你要节哀顺变，别累坏自己了。来，
带你去休息。魔鬼的脚很酸。律师爸爸死了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我真的很想回去找妈妈，和大哥二姐在一起。律师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要太伤心。律师娘她没事吧？我跟她说话，她怎么没有反应？他不吃不睡，我现在担心他撑不下去。那洪律师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是被张燕开枪打死的。谁是张燕？上次利用金柜绑架我姐姐的人，宽儿现在还在他手里，都不知道怎么样。大律师，我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能让他白死，一定要找出凶手，把他剁成肉酱。宽儿，吃东西了，来。我的爸爸妈妈，他弟弟怎么样了？他们回家了，走，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坐这里。来，吃吧。肚子饿了吧？快吃啊！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你就跟我一起离开。过了今天，我们两父子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
馆长。 骗我！连你也想甩掉我？张燕那混蛋到底在哪里？说，快说！我不知道谁是张燕，不说是吗？不说我就打死你！我说。吃一口好吗？姐，吃点粥吧，吃完之后就回房休息。律师娘，这里留给我吧，你去休息。 款儿，款儿，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啊？爸爸，张燕呢？张燕呢？她到底在哪里？她到底在哪里？律师娘，别这样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你冷静，你一直跟她在一起，她到底在哪里？别那么激动。她到底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姐。 行了，我煮了粥给你了。我要陪当勇。你现在身体还很弱，你要多休息。不要管我。姐啊，如果当勇还在的话，他也不希望看见你为他累倒。如果连你也倒下，那孩子怎么办？瑞儿怎么办呢？孩子已经没有了爸爸，现在更需要妈妈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，你知道吗？
好好休息，一切我帮你打点。妈妈醒了吗？我去看看妈妈。哎，宽儿，他现在需要休息，不要打扰他。你快去洗脚换衣服，然后去接替子忠和芳芳，啊。喂，小熊，什么事啊？你有张燕的消息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是不是阿德？啊，是啊，上船吧。别跑！你这个人渣！大家是亲兄弟，你连红大龙也要杀，是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是你自己送上门，我就让你去陪当勇吧。你好恶毒啊！什么人都杀！小心！起来！别动！想杀就杀吧。你连堂兄弟一场，不会用私刑？你要放过这畜生啊！当然不是，我要他去自首。好，我去自首。你不要相信他！别跑！别跑！
毁了我一次，现在又毁了我第二次，我到底欠你什么？你欠了我一份情，我们之间只有恨，没有情。你没有，我有。这次回来，我有多少机会可以对你下毒手？可是我都放过你，因为你是我深爱的人。你就是不想听啊！这是20多年前我买给你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带在身边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亲手把它交给你。我不会想要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米娜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因为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女人，我会给你补偿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跟我一起走好吗？你想用情来打动我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别痴心妄想了，我现在就要你死！米娜，你是我的，你永远都是我的。你去死吧！我们接到警方的通知，说你的亲生爸爸去世了。保持诚实。
是环境清洁，请将垃圾丢进垃圾桶。一天播好几次，听得烦死了。妈，你上吐下泻，早一点看医生，就不会手软脚软了。坐吧。你还说，你只顾着帮那个男人做事，你妈昨天泻了一整天，你都不知道。医生是说我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才会泻肚子的，搞不好是吃了你煮的面。喂，你不要有的赖就赖啊！昨天吃面的又不只是你一个，又不见得人家拉肚子。阿嫂，检查卫生。你们不是上个星期刚刚来过了吗？有顾客投诉说你们的食物不卫生，吃了泻肚子，我特地来查看。有人投诉我？阿嫂，垃圾不要乱丢地上。这个不是垃圾桶吗？这个满了。满了。垃圾桶是用来丢垃圾的，不是给你放木炭的。哎呀，这个垃圾桶呢摆在路口没有人用，我老公说上面写着请用我就搬回来用啦。是啊，有人用好过没人用。不行，如果我下次来还看到垃圾丢在地上，垃圾桶还放木炭，我们就会罚你。知道了，我等一下就搬回去了。走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是清洁运动的海报。是啊，我参加了清洁运动的开幕礼，现在鼓励绿化环境，把新加坡变成花园城市。这么脏、这么乱的街道，怎么可能变成花园城市啊？只要大家愿意保持清洁，就一定做得到。现在啊，我要召集街坊们来个街道大扫除呢。我看啊，你是大白天的在说梦话啦。没关系，涛叔，我支持你。谢谢。其实啊，我回来的时候呢，沿途已经通知一些街坊们，现在马上就要开会了。对了，你多煮几碗面，请大家吃。还要请？哎，你还是叫他别煮了。为什么？谁还敢吃他煮的鱼圆？哎呀，你刚才不是肚子痛的吗？去大便啦！涛叔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其他街坊呢？哎呀，要推行一些运动需要时间，不急不急。你真的不着急吗？那如果找来100个乌合之众，倒不如等10个真正愿意做事的人。你说是吧？我这是第1个愿意做事的人，你现在只需要再找另外9个。你呀，真是热心。对了，洪律师家里怎么样了？洪律师他后事办好了，只是律师娘她病倒了，不容易啊。相信他会渡过难关。爸，一鸣，妈说你要召集街坊大扫除，人呢？哎呀，请人家吃面都没有人要来，看来啊，我要到外面去拉人了。我们兵营也大力鼓吹清洁运动，你尽量去筹备吧。到时我请几个阿兵哥来帮你。好啊，人越多越好。我有办法。你真的要结束餐厅的生意？不止餐厅啊，连洗衣店、酒庄，跟英国人有关系的生意啊，我都打算放手。生意真的那么差吗？虽然英国人会分批撤离，但是英军撤离的消息已经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了。尤其是香港投资家，一个个都不来了，生意当然大受影响了。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放弃，你不觉得心疼吗？笨笨的守着没有前景的行业，倒不如早点转行。转行是冒险的，那你一结束生意就没有收入了，你还欠一大笔的跑车钱，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？你放心啦，以前我可以白手起家，以后也可以的。你呀，真的是九命猫。英军撤退又怎么样？我不会坐着等死的，我要转变，还要走得比别人快。你志气，
对了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他说响应清洁运动，想要组织一个街坊大扫除。我本来要找你赞助一些小礼品的，不过现在看到你自身难保，我看还是算了。你别小看我，出钱买一点小礼物，我还是有能力的。你告诉书店的头家，礼物包在我身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不止礼物到啊，人也到。一言为定。妈妈，舅舅说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我可以去拜祭他吗？如果你敢去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孩子。该做的我都替你做了，你安息吧。不属于你的就应该放手。你下辈子好好做人。我终于明白，因为你是我爸爸，妈妈才会这么讨厌我。你去了哪里？你是不是去拜祭那个人？我说过，不准拜祭那个人。你为什么不听话？是我带他去的。你不用听他说话。
你爸爸这么疼你，他是因为去找你，才会死在那个人的枪下。你还敢去拜祭他？他是我爸爸。那个禽兽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你还说他是你爸爸？他不是禽兽，他是我爸爸。我知道，他爱我。好啊，那你走，你走啊！跟你禽兽爸爸在一起啊！你冷静一点啊！放开我！你再不走，我就打死你！我会放，我打死你！快进去！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不准进去！这里不是你的家！老家，你走啊！跟你畜生爸爸在一起啊！快走！走啊！哎，你不要这样啊！姐，喂，这只是一个小孩子，你会吓坏他的。我没有这种孩子，我要打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走啊，快走！放开我！喂，走快！姐，你不要这样哈！不要这样！你走啊！去找你畜生爸爸！你走啊！你冷静点好不好？当又是白白牺牲了，你这个畜生，永远不要回来啊！把汤油还给我！把汤油还给我！把汤油还给我！让时光融化一切动荡和曲折，旅途上曾携手一路寻找，起伏飘摇，何处才停歇？在你我梦里的家园，手中握的幸福多少都值得守护，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，不管多漆黑，都要穿越。